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上期视频里，我们聊到了八字命理，以及它给许多朋友带来的那种宿命论的焦虑感。正如我们所强调的，我们这里完全不关心命理学算的准不准，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套信念系统预设了哪些前提条件和框架。我看到上期视频的评论区里，有人一直误以为我在批评不可证伪性。我们已经说过了，是否可证伪并不那么重要，不可证伪的东西不等于错误的，关键在于这种理论是否有利于人的自由。我们只是讨论了命理学压制人的主体性的一种可能性，但你完全可以有自己的个性化的解读。文本是死的，人是活的。比如有个朋友跟我说，他从毛泽东选集里读出一种肯定自我的力量，虽然我不认同这个文本，但我欣赏他解读的方式，以及他从中获得的信心。至于是否忠于文本的本意，我倒觉得不那么重要。所以，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文本本身，而在于每个人诠释的方式。我所分析的是一部分人对命理学的理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是这么理解的，那你完全可以坚持你的看法，而没有必要来我这里强调。那说回我们的主题，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算命师预测你的命运，都潜在地蕴含着一套基本假设和模型，而我们要审视的正是这些一以贯之的预设。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八字命理深刻地植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他们都预设了一种平衡论、守恒论，或者说循环论的模型。在这个模型里，人的内在性情被视为一个静态的、恒定的东西。这就像化学里的元素周期表，你是金就是金，你是土就是土，你的材质、你的硬度、你的容量，在出生的那一刻，仿佛就已经由出厂设置所死了。正因为预设了内在的你是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变的，所以这套理论的关注点自然就全部转移到了外部运势的升降起伏上了，比如婚姻、财富、职位等等。比如我们经常听到命理师说一个男生和女生的八字不合，在一起会相克，所以注定会争吵分离。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逻辑。他预设了每个人的性格就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形状是先天注定的，而且永远不会改变。如果你是方的，他是圆的，你们碰在一起就注定不合。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从这种视角出发，尝试探讨两种不同的人性模型，以及背后的哲学起源。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首先，我们说一个人的性格显然不是先天注定的。正如我们在之前那期探讨基因与自由意志的视频里所强调的，虽然我们的基因是先天注定的，但基因的表达却不是注定的。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基因的表达时刻受到后天环境，甚至我们主观思维的影响。连最底层的生物学基础都不是完全静态的，更何况是建立在其上的性格和人格呢？人的性格虽然有一个大体稳定的框架，但它绝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一段亲密关系中，两个人的相处模式是在不断演化和运动的。把两个人的人际矛盾简单归结为先天的八字不合，这本质上是在预设人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是停止发育的，我们不具备调整和成长的能力。再比如，当我们听到命理师对另一个人说，你在20岁前是坎坷的，20到40岁会一路高飞，但60到70岁又会有厄运。我们仔细品味一下这种逻辑，会感觉到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机械的假设，他认为你一生的好运总量是恒定的。他把人生看作是一个零和游戏，仿佛你的主线剧情完全是被外部命运的波峰和波谷推动着的。你40岁的起飞是在透支60岁的配额，而你20岁的坎坷则是在为中年的好运积攒额度。这非常符合中国哲学里那些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乐极生悲的教导。他告诫我们，如果现在太得意、太顺利，那就要小心了，因为根据运势守恒定律，厄运马上就要来了。
这种思维模式带来了一种深层的心理规训，它让我们不敢尽情地拥抱快乐，也不敢彻底地庆祝成功。即便你现在过得很好，你潜意识里也会有一种有罪推断，认为这好运是借来的，迟早要还。你必须时刻保持害怕和敬畏，通过人为的压抑自己的情感，比如不要太高兴，来试图贿赂命运，让那个必然到来的反转轻一点。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循环模型里，人生的最高智慧变成了避凶和守恒，而不是成长与创造。这种哲学看似是对宇宙规律的客观描述，但它其实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状态。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个体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在皇权专制、天灾人祸面前，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取决于他的努力，而常常受制于权力的喜怒无常或环境的突变。比如，你今天生意做得很好，明天可能就因为得罪了官府而被抄家；今天金榜题名，明天可能就因为站错队而被流放。在这种高风险环境下，任何的得意和出头都很可能会招致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人不需要谨慎和小心的品质，理性和现实的谨慎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它针对的是具体的风险。然而，我们这里讨论的谨慎更像是一种下意识的恐惧，是因为一些模糊的说不清楚的感觉而习惯性的保持莫名的敬畏。然而，这种静态的循环论其实并不是普世的真理。与这种循环论视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哲学和现代心理学对人的看法。在西方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存在主义哲学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他们持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型，那就是人的精神是线性发展，或者说是螺旋式上升的。中国哲学讲究复归，讲究回到最初的平衡，像一个封闭的圆圈。但西方哲学有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认为精神，或者说生命是一个不可逆的演化过程。人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元素或材料，而是一个趋向于目的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成为自己的动词。正如心理学家荣格、埃里克森或者罗杰斯所认为的，一个健康的人，他的生命轨迹必然是趋向于复杂、自主、自律和自由的。我们的心智会从无知走向有知，从被本能驱动的无意识走向自我察觉的有意识，从单纯的反应走向复杂的整合。这意味着10岁的你、30岁的你和60岁的你，虽然在生物学上是同一个人，但在精神结构上，你们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人了。大家想象一个螺旋楼梯，当你站在螺旋楼梯上时，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在转圈，这就像命理学说的运势起伏，好运厄运交替，看起来好像你又回到了原点。但实际上，你所处的高度已经变了。你即使再次面对同样的困难和挫折，因为你的主体性已经升级了，你应对它的方式，你从中提取的意义，都会发生质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那种好运守恒的机械假设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忽略了最重要的变量，那就是时间在人的精神世界里是不可逆的。当然，有朋友可能会说 Anthony， 你对中国哲学的概括是不是太简单粗暴了？中国哲学也强调发展，强调人要不断修行啊。比如《礼记》大学里讲到苟日新，日日新，就是说人要每天更新自己，勤于自省。儒家强调要通过修身成为内圣外王的圣人君子，佛教也是区分了凡夫与佛，强调从迷到悟的巨大转变。道家也讲究要成为智人、神人、圣人，这不都是强调人要从低级往高级的境界去发展吗？怎么能说是循环论呢？这的确是一个很有力的反驳，但我们要说的是，任何一种成熟的宗教或伦理体系都会在凡人、普通人和大师、圣人之间做出区分，都必然有某种等级，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宗教都持有发展或进化的人性观。我们要判断一个体系是循环论还是进化论，关键不在于它是否有等级的区分，而在于它所定义的理想状态究竟是一个从未出现过的全新自我，
还是一个原本就存在的初始设定？当我们仔细审视，就会发现中国哲学的理想本质上都是复归。孟子讲性本善，王阳明讲的致良知，他们的逻辑是，你心里本来就有一个完美的圣人的种子，只是被后天的私欲遮蔽了。修行的过程不是去创造一个新的灵魂，而是像擦镜子一样，把灰尘擦掉，恢复你原本清白的样子。道家也是如此，他要一个人去除掉人为的机心和文明带来的异化，回归到那个朴素、混沌、未被雕琢的原初状态。中国哲学的这种时间观其实是可逆的，但时间才是我们主体性的最直接的表达。我们通常认为时间是外部的物理意义的时间，是墙上的钟表、日历的翻页。但康德有一个极其深刻的洞见，他认为时间是我们内部感官的先天形式，所有的内部和外部的事物归根结底是一种意识流，是意识的时间过程。你的思想、你的回忆、你的自由意志，它们并不占据空间，不需要长宽高，但它们必须在时间中流淌。真正的时间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时间，而是意识的连续流动。我们认识任何事物，本质上就是把对象按照时间顺序先后纳入到我们意识的过程，由此我们才能建立各种各样的规律。意识的流动是不能像磁带一样倒回去的。当你经历了一次痛苦，当你产生了一个觉悟，这个经历本身就已经永久地改变了你意识的结构。这就好比你读过的一本书，即使你把它忘了，但读过它的那个你和没读过之前的你，在精神结构上已经发生了微小但不可逆的改变。你的意识流就像一条河，每一刻加入的新经验都在重塑这条河的成分。真正的发展是主体在时间这个内感官中，通过持续的连贯和不可逆的意识活动，创造出一个从未有过的自我。而在中国哲学中，这种意识的不可逆增长，这种主体性的构建，往往被视为一种需要警惕，甚至需要消除的东西。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他们的最高理想往往不是强化主体的边界，而是消融边界。所谓难得糊涂、大巧若拙、人生如戏、返璞归真、去我执等等，这背后的逻辑是，一个人的意识越清醒，分别心越重，主体性越强，离道就越远，痛苦也就越多。因此，为了解决人生的痛苦，中国哲学给出的方案不是去直面矛盾，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升级自我，而是直接把自我意识给解决了。他试图抹平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自然与自由之间的界限。这让我想起一位朋友最近跟我分享的事。当他向朋友分享自己对主流的家庭和性别观念的反思时，他的一位朋友说：“别太执着了，一切生灭都是幻想，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玩一场游戏，何必那么认真呢？”这话听起来非常高深，甚至带有一种超脱的洒脱感。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非常流行，但这也是一种聪明过度的哲学，因为它在事情还没开始或者刚开始的时候，就凭借着某种世俗的智慧预见到了结局。这是中西哲学在处理自我意识时的根本分歧，一个是做加法，也就是不断区分、细化、构建，而另一个是做减法，也就是消除分别、模糊界限、回归混沌。当我们听到算命师对另一个人说，你在20岁前坎坷，20到40岁高飞，但60到70岁会有厄运，在做减法的视角下，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判决。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我是不是该少做点事，少动点情，把自己缩成一个点，或者说保持谨小慎微，好让这个厄运擦肩而过。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厄运并不是一个绝对独立于我们的课题，它之所以会发生在我的生命之中，毕竟说明了它对我们是有某种意义的，它就是我们生命剧本中的一段情节。但情节的性质取决于主角如何演绎它。当然，我必须承认，这句话听起来很残酷。当我们说一切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事件都有意义时，这对于一个正在受伤的人来说，的确是一种冒犯，
或者说像是在淡化对方的苦难。因此我认为这句话只能我们对自己说，只能作为一种自我要求，不能拿来要求别人。比如有些人明明生活一切顺利，突然遭到了变故，比如遭遇了背叛，生了一场病，投资失败了等等，这当然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当事人可能是无辜的，不应该为自己受到的伤害负责。然而我想，即使在最无辜的场景里，我们虽然可以不为自己所受的伤负责，但我们仍然要对如何面对这些伤痛负责。厄运就如同一块原料，它是粗糙、尖锐，甚至是带着血腥味的，它本身确实没有意义，但人的尊严就体现在人有一种炼金术般的能力。一个人可以用他的自我意识，把这块粗粝的石头打磨成一个精致的雕塑，通过深刻的挖掘和反思，将其转化为一种对生命有深层意义的存在。这确实是非常辛苦，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永恒地躺在无辜的受害者的状态里，即使我们是真的无辜，但我们仍然需要捡起这块石头，把那些原本要破坏我们的东西，变成了构建我们独特人格的最坚硬的基石。比如一个深受原生家庭创伤的人，他生活在一个糟糕的家庭里，的确是不幸的，当然也不是他能选择的，但是他可以选择认为自己被父母毁了，自己注定不可能有好的亲密关系，同时他也可以选择这样一种活法，那就是正因为自己遭受了贬低和不尊重，所以自己更应当让这种代际创伤在自己这里中断，那份痛苦反而可以激励自己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让我联想到了古希腊的悲剧。按照鲁迅的说法，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句话非常精准，但在我们传统的理解中，往往容易把它降为成一种好人受难记。我们觉得一个温和善良的好人，如果遭遇了厄运，那就是最大的悲剧，比如窦娥冤。而在古希腊悲剧中，主人公往往是个英雄，英雄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而首先是一个不屈服于命运和环境的人。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厄运的容器，厄运的承受者，那他是值得同情的，但未必是值得敬佩的。只有当他运用自我意识，把那块砸向他的石头看作是雕塑的原材料时，他才从客体转变为了主体。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